大家好，前几天呢，泰国的新总理宣布了一个事情，就是大概率在今年的10月1号会有一个对中国游客采用临时免签的政策也叫旺季临时免签政策那么10月1号肯定是旺季嘛，旅游旺季他们其实也是为了提升收入主要呢就是最近铺天盖地的这种电诈新闻在泰国发生的这种绑架绑到这个缅甸去是吧？这种不好新闻，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敢去那么我自己也去过泰国，然后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发现泰国的这种出租车司机跟突突车司机这两种司机，如果说他会说中国话的话那很有可能这种都是老油条都会骗你我曾经在泰国，我要去个码头坐轮船感受一下那个码头原本要去的码头呢，它其实是一个公立的公共设施的一个码头就是大家就是公共船票一样的，很便宜就可能就1-2块人民币这种价格但是这个人把我带到了一个小弄堂里面，这个小弄堂就在2个大厦酒店中间的小弄堂，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通道出去然后你如果说脸皮薄一点的话，你就只能上船了。然后我就看着他一直不走等在那边然后呢那边的话，这个船家基本上也是中国人然后一听口音我也大概猜出来他是哪个地方人，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假装一下，然后假装抽烟，然后就假装这样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还问我怎么不去怎么不去然后其实我就知道他就在等着我上船之后，他拿提成可能就把我卖了卖了之后就是上船之后，那你很多事情就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是吧？船上的话你也没法跑那么至于很多时候呢，很多朋友最近呢包括我一些跟别人聊天他们也是很想去泰国，但是呢又很害怕去泰国我呢如果说换了我自己去的话我肯定是这样子第一个不随便搭陌生人的话第二个的话我绝对不会有这种在泰国想发财想赚钱或者想工作的想法如果想在泰国工作，那你也得走合法程序不是说旅游签过去然后转换身份不太可靠本身泰国的经济也不如中国，这是大家可以发现的那么还重要一点就是我发现很多这种电诈新闻被绑架到庙瓦底这种新闻都两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他去之前就已经有人来接机了接送机接他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高薪诱惑，或者说有些事情也可能是欠债或者去讨债或者说办别的事情反正这些事情连接起来之后他就这个组织知道你这人要来那知道你什么航班我来接你盛情难却，有些人就是放松警惕了还有可能觉得有人招待不更好嘛，还有些人就是他根本就没去过泰国，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走路是吧？有个人带他不更好？我如果说要去如果说要去的话，第一个不要暴露自己的行程也不要告诉别人自己什么时候来也不要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第二点的话就是千万不要接送机我觉得现在这种风气可能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上了这个汽车上了这种面包车，那真的是危险系数大大增加尤其是这种绑架的这种车基本上都是这种面包车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素万那普机场地铁很发达，可以坐地铁的，我当时就是坐地铁去曼谷市区的住宿的话说实话你也不要随便找这种中国商家的住宿就当地华人商家的住宿我也不是说一定不好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更好的服务比如说选择泰国有个比较知名的安纳塔拉其实也不算很贵300-400、400-500都有你可以选择稍微便宜一点的没关系这种地方说实话很安全的很安全，而且是比较国际化的里面什么人都有一般说安保措施非常好你不用担心就是你不要去住这种比较便宜的，然后又不太干净的又是这种华人出入比较多的为什么我说不要去住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呢？第一个很有可能他会搭话搭话之后套话套话之后知道你一个人来的或者几个人来的，他知道你底细然后就有可能我觉得这种可能发生我觉得就是说呢你不要暴露自己的语言如果说有人强行跟你搭话基本上我之前出去旅行有些时候我不想理睬这个人他非要跟我搭话他可能会用很多种语言跟我搭话比如说英语日语韩语其实我有些时候听得懂一点但是我跟他回应我都是用方言回应就是我把他击退用方言的话他就没法猜测你是哪里人然后就是没法沟通大家都走了。包括在美国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个黑人乞丐非要黏着我问我要$1然后呢我就
然后我也不敢给啊，因为口袋一摸出来可能就是100、200、好几百美金啊，如果被他抢的话，不是完蛋了啊。所以说呢，当时我就是用这种方言跟大家交流啊，然后他摇摇头啊，摇摇头之后就走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方法，你就不要搭理陌生人啊，你就完全自己走就行了啊。如果说你要去什么吃饭啊这种地方啊，其实说实话啊，你就用这种 APP 嘛，不是有很多大众点评 APP 啊，你可以找这种商家啊，比如大的商场里面，那应该是很安全的啊，不要去这种小的地方，反而是小的地方呢啊，花钱更多啊，还不安全，是吧？你看那些被坑的案例啊，基本上啊都不是在5星大酒店发生的啊，都是在这种海边的啊景点的夜排档啊大排档发生啊。有时候我去，比如说去吃海鲜啊，我基本上都会选择5星大酒店啊，不是说去吃那种点菜那种啊，是那种自助餐啊。自助餐的话，你毕竟你就几百块钱一个人嘛，你就把这个钱付了之后啊，买死了啊，反正也不随便你吃，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啊，在结账的时候一大堆钱啊，这种说不清楚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也是算这种旅行经验吧。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很害怕去泰国啊，只要说你坐公共交通，在一个非常暴露地方、人多地方啊，然后不要随便搭话啊，不要形影单只啊。特别是晚上的话，说实话，泰国也不是说非常安全。我觉得就算以前吧，2015年之前，说实话，泰国晚上也不是说非常安全。我感觉泰国晚上有些这种摩托车也是非常吵啊，然后突突车又多啊，所以说还是有些不安全的因素啊。再有一点吧，就是如果说去泰国曼谷的话，其实要比清迈啊稍微安全点啊。你可以看啊，这个曼谷到妙瓦底的远近啊是挺远的啊，这个路程的话估计要开个7、8小时的汽车了，所以说他绑架你也不是说能立即把你绑走的啊。如果说你在清迈的话啊，那如果说到妙瓦底的话，那就快很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泰国的话，现在南部的话最好不要去啊，包括泰国本地人都不太敢去南部啊，因为南部它是有一些民族的纠纷啊，就是有些反正争端嘛，国内他们内部的争端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有些非常多的案件啊，这种暴力犯罪啊，反正大家要避免一下。总体来说吧啊，这个人被骗啊，基本上都是被骗子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底细了啊，知己知彼啊，才能百战百胜啊。所以说你不要让他知道你是什么底细啊，最好有些时候蒙混过关的话，就是说方言嘛，说一些叽里咕噜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用的啊。